魏婴道：实不相瞒，我想奏江厌离，可她是个姑娘，又没什么修为，经不起奏。魏无羡鼓起腮帮子。魏婴道：大阿英，你怎么又不说话？魏无羡老实道：我不知说什么。魏婴道：就说以后你遇到你那个爱作死的师姐，准备怎么办？魏无羡道：她已不是我师姐，而是我杀父杀母仇人之女。倘若遇到她安分守己也就罢了。魏无羡一字一句，缓缓道：否则我不介意送她去找江城。魏婴点点头。你也知道，这次我们停留的时间不多，待蓝大哥他们看完留影时，你就安心留在我师父空间抄书。魏无羡笃定，抄你那2本秘籍。魏婴颔首，对，如果你对其他秘籍也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抄其他的。魏无羡摇头，贪多嚼不烂，就那2本。接下来的日子，魏无羡在萧峰空间藏书楼抄秘籍，而蓝忘机则跟着蓝曦臣继续伐温，顺便将江丰眠和于子渊当年在夷陵谋害魏无羡爹娘的事情公之于众。至于聂怀桑，一回到清河，就命属下打听孟瑶的下落。如蓝湛所料，孟瑶确实在清河，正好在聂明觉麾下，而非是聂家其他长老。聂怀桑知道孟瑶现在什么都没做，他不该将人赶尽杀绝，可他一想起他大哥聂明觉未来的凄惨下场，心中的犹豫顿时没了。叫来心腹，聂怀桑一阵耳语。某一日，孟瑶杀敌时被人在背后砍了一刀，没等孟瑶回头看是谁砍他，他又接二连三地挨了5刀。这5刀正好将孟瑶五马分尸，孟瑶至死也没看清砍他的人是谁，只模糊看到了那人身上的衣服属于聂氏内门弟子。孟瑶不懂，就算他一不小心得罪了人，也不该被五马分尸啊。带着这个疑惑，孟瑶死在了硝烟弥漫的伐温战场上。待聂明觉想起孟瑶，他问聂怀桑：那个孟瑶你还没找到吗？聂怀桑道：找到了。聂明觉道：怎么不见你通知我？聂怀桑诧异：大哥，你要见他吗？可我已经让人把他赶出清河了。聂明觉蹙眉：赶出清河，那他现在可能去了温氏当卧底。聂怀桑道：也许吧。豁然起身，聂明觉道：不行，我不能让西尘和孟瑶接触。聂怀桑道：放心啦，大哥，西尘哥哥已经知道孟瑶的真面目，不会再信他的。况且这世上已经没有孟瑶这个人了，以后更不会出现脸方尊金光瑶。也是。聂明觉坐了下来。彼时离萧峰带着小望线离开还剩2天。许是知道小望线和萧峰还有阿朱要离开，蓝氏双臂都赶过来送行。蓝启仁也想来，可他得在云深不知处坐镇，抽不开身，便让2个侄子替他给小望线送上祝福。离开前，温若寒被小望线揍了一顿。揍完之后，魏婴告诉温若寒，他们是被金光善雇来的，就连被他们扔进乱葬岗的温潮，以及前不久被他们打断双腿的温煦，也都是金光善花大价钱让他们做的。原因很简单，金光善想断温若寒双翼，让温若寒在射日之争中战败，最好能与蓝聂2家打得2败俱伤，他好坐收渔人之利，使他们兰陵金氏成为仙门百家之首，而他则做下一任仙都。温若寒并不相信小望线这些说辞，可他拿小望线没有办法，只能把气撒在金光善身上。由于温若寒把重心放在了兰陵金氏，金家很快告急，向百家求救。蓝聂2家本就不想管金家之事，加上温若寒又放话仙门百家，谁若救兰陵金氏，就是与他们岐山温氏为敌。响应金光善求救的自然寥寥无几。金家被灭之后，温若寒提出议和。至此，射日之争结束。夷陵酒楼，魏无羡喝着酒，蓝忘机饮茶，2人谁都没有开口说话，而是听说书人绘声绘色地讲有关射日之争的事。片刻，魏无羡笑了笑：蓝湛，你说我参加射日之争和不参加射日之争有何不同？蓝忘机道：不知。魏无羡道：你想一想吗？蓝忘机道：好。一盏茶后，魏无羡问蓝湛：你想出来没有？蓝忘机道：想出来了。魏无羡道：是什么？蓝忘机道：我们没有吵架。魏无羡哦了一声：除了这个呢？蓝忘机道：你心中自有论断。魏无羡挑眉：那你想不想知道？蓝忘机道：想。
魏无羡却道：想的话，叫一声夫君，我就告诉你。蓝忘机，魏无羡眼巴巴看着蓝忘机，二哥哥，你叫我一声夫君好不好？蓝忘机盯着魏无羡，你先叫。魏无羡不假思索，夫君。蓝忘机道：魏无羡视线飘忽了一下，蓝忘机道：魏婴，叔父说下月初7是个黄道吉日。魏无羡哼道：然后呢？蓝忘机红着耳朵：我们把道结了。魏无羡鼓嘴：你都不肯叫我夫君。差了颤长节，蓝忘机道：魏婴，我想在结道那天叫你。魏无羡接口：夫君。蓝忘机点了点下颌，眼睛倏地一亮。魏婴嘿嘿道：蓝湛，我未来的媳妇，听你未来夫君告诉你哦，他参加射日之争，被灭的是温氏。魏无羡神秘兮兮，不参加，被灭的是金氏。蓝忘机好像是这个理，可他听着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手托腮，魏无羡叹道：蓝湛，我想一言不合就揍人的两小只了，你说他们3年前回溯到哪个时间段去了？蓝忘机道：不管哪个时间段，他们都是来帮助我们的。魏无羡点头如捣蒜，蓝忘机指望那两小只不要调皮，又去忽悠另一个自己把他们当儿子。听到阿朱让小望线把金子轩叫来，江厌离神情一慌，连忙去拉魏无羡胳膊，却被魏婴用打狗棒隔开。你这女的怎么回事？都要嫁人了，还想与大阿英拉拉扯扯。魏婴瞪了一眼想要开口说话的魏无羡，你给我闭嘴，听我说。这世上只有那些朝三暮四水性那个什么花的女人才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闻言，江澄喝道：你说什么？听不见我说什么就去找医师看耳朵，别对着我吼。魏婴对蓝湛道：湛哥哥，他若在鬼吼鬼叫，你就把他给禁止了。蓝湛点了点下颌。江澄自然不信蓝湛会把他禁止，他朝欲言又止的魏无羡大吼：魏无羡，你就眼睁睁看着这2个小鬼欺负，不言而喻。江澄后面的话消音了，他就像一尊石像一样怒目圆睁地立在原地，嘴巴微微张开，像是要说什么。见江澄那个样子，江厌离目光含泪，委屈地看着魏无羡：阿羡，你自后面的话还未说出口，江厌离也被蓝湛禁止了。嫌弃地瞥了一眼江氏姐弟，魏婴对魏无羡继续道：她都要嫁人了，还穿着一身嫁衣，让他弟弟偷偷摸摸地带来见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对你余情未了，想要脚踏2只船。魏无羡蹙眉：你胡说什么？我和师姐并没有男女之情。我知道你们没有，但别人呢？你动动你那对大战哥哥死不开窍的脑子，好好想想，一个即将要嫁人的女子在婚前穿着嫁衣，私下见你一个外男，别人知道了会怎么想？世人有千张嘴，你能保证他们不会无中生有？不，应该是捕风捉影。魏无羡若有所思。